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在经过火能猎捕赛之后，萧炎一战成名。进入内院后，苏长老将他和薰儿、吴昊、虎家4人安排在一个院子里。在内院，老生也是各自划分势力地盘，想要一个人混好，除非你的实力极端强横，否则单打独斗在内院会混得极其艰辛。以萧炎的实力，这个4人小团队自然是以他为主。晚上萧炎修炼完之后，药老告诉他，内院偏北的地方有异火的线索，但内院强者众多，药老并不敢探查得太仔细，只能萧炎找时间去那里看一看。另一天清晨，突然有10几名新生来找萧炎帮忙。原本按照内院的规矩，新生在进入内院后，需要向老生势力缴纳2天火能，充当新生纳贡费。但以往默认的最多只需要向2支势力纳贡。因为火能猎捕赛的原因，已经有3批不同的势力来找新生。新生代表中的阿泰来找萧炎，这是想请萧炎出面，让他们免受层层剥削。阿泰告诉萧炎，他们宁愿将所谓的新生纳贡费交给他，也不愿交给那些老生混蛋。与其让新生被别的势力同化，不如他们将新生团结起来，组建自己的势力。萧炎4人来到新生入口出处的大道尽头，此时阿泰正带着新生与老生辩驳。今天来找他们要火能的势力已经不下5波了。在老生威胁新生的时候，萧炎出面，让态度恶劣的学长从哪来回哪去。在得知出面的就是打败了罗侯的萧炎，老生都颇为忌惮。老生离开之后，阿泰便询问萧炎有没有创建一方势力自保的打算。在内院中，尤其是天坟炼气塔中，并没有规定不准私斗，而想要得到最好的修炼条件，必须拥有强悍的实力和团队，不然随时随地都会被人寻上门找麻烦。现在正是萧炎声望最盛的时候，只要他领头，新生一定不会有人反对。在萧炎犹豫不决，怕自己管理不好的时候，薰儿主动站出来说，到时候可以交给他和虎家来管理。最终萧炎决定要建立属于他们新生自己的势力，他们的本意只是想要在内院中立足，所以萧炎取名为盘门，希望他们可以如磐石一般稳固在强者如林的内院中。萧炎在取好名字建立盘门之后，便将那些新生丢给薰儿和虎家管理，自己则朝着内院的北边而去，想要去看看北边到底有什么。萧炎和跟随他出来的吴昊一路狂奔，最后停在一处黑压压的人群后面。萧炎飞到一棵巨树的顶端，俯身往下看，出现在他视线中的是一座埋在地底庞大的黑塔。萧炎猜测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天坟炼气塔。天坟炼气塔周围还有斗尊级别的强者布置的防御。在萧炎与吴昊讨论的时候，一道钟声响起，随后一道苍老的声音从塔内传了出来，伴随着开塔2字传来，天坟炼气塔紧闭的大门缓缓打开。大门一打开，一股淡淡的炽热气息渗透而出，感受到突然提升的温度，萧炎和吴昊直接朝着天坟炼气塔而去。越接近大门，萧炎心脏跳得越是剧烈。在他进大门之后，萧炎的身体突然凝固，整张脸犹如火炭般，身体冒出淡淡的白色雾气，发出滋滋的声音。一旁的吴昊也和萧炎一样，站在塔门口一动不动。后面的一些老生看到萧炎2人的情形后，有点幸灾乐祸，随后将塔内的长老叫来。第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的新生，若是没有长老出手，很可能会烧成焦炭。此时的萧炎听不到外面老生的对话，他望着体内突然出现的诡异火焰，心里十分慌乱。这股火焰无形无状，虽然并不强大，但它出现之后散发出的高温，让萧炎体内的经脉、骨骼、肌肉都开始刺痛。若再继续下去，他体内的经脉就会在火苗的灼烧下失去作用。萧炎利用青莲地心火将这股火苗包围起来。就在他奇怪这股火苗是怎么进入他体内的时候，药老突然自言自语地说着，无形无色，借心而显，无迹可寻。这是异火榜排名14的陨落心炎。药老发现这缕火焰并不是陨落心炎的本体，而是被陨落心炎投射在萧炎内心中的分体火焰。虽然这不是陨落心炎的本体，但药老很肯定地告诉萧炎，陨落心炎就在这座塔内。萧炎按照药老的吩咐，撤去青莲地心火，将斗气运转，从这缕无形火焰中穿过。在穿过去之后，萧炎发现自己的斗气变得比之前更为庞大。仅仅只是一缕火苗，萧炎就亲身感受到了陨落心炎这个修炼作弊器的好处，这也让萧炎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得到陨落心炎。在萧炎和吴昊感受体内火焰的时候，守塔的柳长老被人请了过来。不过柳长老并没有一来就帮他们脱离星火炙烤。第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，经受星火炙烤，坚持的越久，说明对星火的抗性越强，潜力也越大。吴昊的身体在坚持了16分钟后便达到了极限。在18分钟的时候，萧炎的身体一颤，柳长老以为他已经坚持不住了，想要吸出萧炎体内的星火，但无形之火并没有出现，反倒是萧炎体内的青莲地心火开启护主模式，直接形成一道清浪，朝着柳长老攻击而去。狼狈的柳长老看着自己身上被烧得破烂的衣服，终于明白为什么院里的老家伙提起萧炎总是神神秘秘的。当萧炎从星火炙烤中清醒过来，看到的就是形象十分狼狈的柳长老。在将周围的老生都驱散后，柳长
长老将一直守在一旁观察萧炎的韩月介绍给他。韩月实力很强，也在内院组建了一支名为岳林的势力。他想要招揽萧炎，不过萧炎已经组建了盘门，对于他的好意只能心领了。韩月告诉萧炎，每年进入内院的新生占据了内院60%的新鲜血液，以往这些新鲜血液都会被内院的势力吸收，增强实力。而现在萧炎的盘门，这导致其他势力无法吸收新鲜血液，盘门很有可能会遭到排挤，势必会引来很多麻烦。韩月看萧炎是个潜力股，告诉萧炎，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找他，他会尽力而为。韩月离开之后，柳长老便在前引路，向萧炎介绍天焚炼气塔。在塔内分布着大小不一、高中低级别的修炼房间，想要好的修炼室都是需要靠实力来抢的。他们走到了塔内的中央位置，萧炎发现塔中间有个似乎贯穿了整座天焚炼气塔的黑洞，他能感受到这里比其他地方炽热得多。萧炎死死地盯着黑暗处，体内的青色火焰突然涌上了他的眼睛。当他的瞳孔变成青火瞳孔注视下方黑暗时，黑暗中的空间突然扭曲，犹如无形的蟒蛇对着洞口攀爬而上。就在扭曲空间攀爬而上的时候，柳长老用力一扯，将萧炎带离洞口。寻常人肉眼只能看到扭曲的空间，听到丝丝不断的响声，但萧炎被异火包裹的眼睛却清晰地看到了，从黑暗中暴涌而出的是一条10来米粗壮的无形巨大火蟒。这条火蟒有多长，萧炎并不知道，但他身上的火焰强度，就算是斗皇强者沾上，也会瞬间化为灰烬。好在火蟒无法突破黑洞周围构建的空间牢笼，在挣扎了半晌之后，力竭的火蟒钻回了深洞中。柳长老以为萧炎看不见，他叮嘱萧炎不要将这里的事告诉任何人。萧炎很上道的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。在萧炎离开天焚炼气塔之前，柳长老告诉萧炎，下次他带人来修炼，会给他找一个不比高级修炼室差多少的中级修炼室。萧炎在谢过柳长老之后，便带着吴昊离去。出了塔后，药老告诉萧炎，陨落心炎已经凝聚出了有情绪智慧的火灵。火灵是由纯粹的火焰而诞生的另类生命。之前萧炎看到的火蟒，便是塔中陨落心炎的本体。火灵的灵智和一些可以幻化成人类模样的超阶魔兽相媲美，这种异火吞噬起来会比青莲地心火困难很多。但就算再困难，萧炎也没有办法放弃好不容易找到的异火。不过吞噬异火都是之后的事了。迦南学院中，尤其是天焚炼气塔中遍布强者，而且内院之所以可以让学员加快修炼速度，就是借助接近陨落心炎，出现分体来供学员淬炼经脉、提炼斗气。可以说，陨落心炎是被迦南学院圈养着的。萧炎光是想要得到陨落心炎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了。药老告诉萧炎，火焰可疏不可堵，已经产生智慧的陨落心炎，现在的压抑仅仅是在储存力量，等到它爆发的那一天，天焚炼气塔顷刻就会毁灭。不过迦南学院的强者也不是吃素的，到时候两者发生冲突，很有可能就是萧炎的机会。而从陨落心炎先前的反扑来看，药老断定多则2年，少则1年就会有一次变故。而萧炎能做的就是抓紧修炼，提升级别，寻找地灵丹的材料，为陨落心炎的爆发而凝聚力量。为了陨落心炎，萧炎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。但刚刚进入内院建立的盘门，此时也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麻烦。来找盘门麻烦的是背弃他们逃离的白山，以及他带来的斗灵强者。白山是为什么而来？萧炎是否能及时赶到，为盘门解除危机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豆豆就讲完了，后面的剧情豆豆下期再讲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